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一提到中国和美国，大家自然而然的就是想去做对比，再加上最近越来越紧张的局势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下中美军事力量的对比，以及中美开战需要什么条件，和一旦开战会发生什么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中美的军事力量对比。中国有200万现役军人，美国有140万。中国的预备役军人有50万，美国有85万。中国军费每年预算2000亿美金，美国为7500亿美金。陆军对比，中国有7000辆坦克，美国有8000辆。中国有3500辆步兵战车，美国有6700辆步兵战车。中国有4000辆装甲运兵车，美国有13000辆装甲运兵车。空军对比，中国有4000到5000架军机，可使用机场500个，其中1600架战斗机，1000架直升机，运输机200架。美国有14000架军机，可使用机场14000个，其中有2800架战斗机，5700架直升机，运输机1200架。中国的战斗机主要为隐形歼20和苏30等，美军主要为隐形 F-22 和 F-35。海军对比，中国有2艘航母，美国有11艘航母，9艘直升机航母。中国没有巡洋舰，美国有22艘巡洋舰。中国有36艘驱逐舰，美国有69艘驱逐舰。另外，美国有更多不公开的后备军事力量和超强的战斗动员系统。二战期间，美国曾在4年造出了147艘航母。所以看到这里，中美的实力对比已经很明显了。单从数量上，中国就不是美国的对手。不知道中国专家哪来的自信，几个小时内消灭美军。更重要的是，其实中美的军事力量根本就不能做简单的数量对比，因为所有的东西在质量上根本就不对等。从军人开始，美军都是高素质有实战经验的。二战之后，美军参与了10几次大规模战争，每年在世界各地都有参与维和。美军最注重实地训练，而中国军队除了参与对内镇压之外，往前只能追溯到1951年的韩战，算是大规模战争。中国的现役军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有实战经验的。另外，中国在所有的军事装备上，包括航母、战斗机、坦克、潜艇等，和对应的美军装备完全不在一个科技水平上。而且中国的新式装备还是占少数，大部分还是以旧式的苏式装备为主。再加上中国军队贪污腐败的问题是公认的，最近就有新闻，中印边境冲突，中国的越野车被印度士兵用石头砸穿，牵扯出背后的中国军队腐败大案。所以中国在军事力量上跟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少，不是简单的能用数字去衡量的。当然有人说中国有核武器啊，也是核大国。是的，核武器很重要，我们来分析一下。先来看一下美国，美国有6000多枚核弹头，更是拥有4种方式的核打击和反击的战略能力，是世界上攻防一体最厉害的国家。所谓4种方式的核战略能力分别为海基核力量、空基核力量、陆基核力量和外太空核力量。美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外太空核力量的国家。美国更有3位一体的反导系统。美国的攻防一体战略体系就是星球大战的思维。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攻防一体战略威慑的国家。那中国的核战略能力如何呢？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在200枚到300枚之间，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。先来说空基核力量，空基核打击必须需要战略轰炸机。战略轰炸机在今天的战争形势面前，必须具备突防能力和隐身能力。而中国最好的轰炸机是轰 6K， 这是一款苏联产图16老旧的飞机，诞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。再怎么改造，机体就那么大，没有超音速突防能力，更没有任何隐身能力。这样的飞机恐怕刚起飞就能被敌方的雷达发现锁定，然后就是被击落的命运。海基核打击能力需要战略核潜艇发射弹道导弹。目前中国有092型和094型2款战略核潜艇，但由于这2款核潜艇噪音太大，被美国人戏称为海底拖拉机。美国人更是说，中国的核潜艇一启动，夏威夷都能听见。核潜艇没有降噪技术，基本上等于白搭，根本不敢出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进行战备执勤，因为第一岛链和整个太平洋都布满了美日的海底声呐，中国的核潜艇根本就藏不住。然后再说陆基核打击能力，陆基核打击能力需要固定发射井和移动弹道导弹发射车，
目前中国是具备陆基核打击能力的国家，中国有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，射程更是达到14000公里。但陆基核打击能力是三位一体核威慑里最弱的一项，陆基发射根本藏不住。美国拥有弹道导弹预警系统，弹道导弹发射需要时间。美国目前的3大拦截系统根本不怕陆基核打击，可以很快把任何发射到美国的陆基弹道导弹击落。所以综合来讲，中国根本不具备核打击和核防御的能力，只有核威慑的能力。什么是威慑能力？说简单一点，就是可以吓唬人的能力。就好像一个人手里拿把枪，别人就会害怕，不管枪里有没有子弹，拿枪的人会不会用枪，都是有威慑效果的。但是威慑效果只能吓唬别人不要开打，战争一旦发生了，威慑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到这里有人还是会有疑问，中国还是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呀，中国什么最多？人最多吗？就像这位专家说的，即使牺牲10亿人，中国人口依然世界第2，美国要是死3亿，还剩多少？这种人很明显没有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算到这10亿之内嘛。现在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了，谈人数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就算是用火枪火炮的清末，清军50万都打不过不到2万的八国联军，更别说现在的高科技武器和核武器了。再说了，虽然中国有14亿人，但是能上战场的有多少？也就是几百万。现在可不是农民起义的那个时候，拿把菜刀锄头就可以。美国不是只有联邦军队，还有地方民兵。美国有完善的服兵役制度，有1800多万的退役军人，而且美国民众也是有枪的。要是动员起来，美国能参战的人数可真不一定就比中国少。那些五毛小粉红崇拜的专家说什么做好了牺牲西安以东的准备，可以承受美军把沿海城市打烂，这些人就是反人类。西安以东的人不是人吗？打烂的背后是多少条人命算过吗？还有叫嚣和美军打核战的。美国本土距离中国1万多公里，加上美国完善的反导弹系统，中国核弹能发射到美国本土有1个就不错了。就算打到了，美国如果报复，中国根本不具反导能力。以美国3位一体的核打击系统，加上6000枚核弹头，中国根本就没有半点招架之力。核武器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有我也有，我们就平起平坐了。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，如果打起仗来，第一个跑的就是他们。说了那么多中美军力的对比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。战争的爆发需要很多方面的条件和准备，最主要的就是心理上的准备。只有在意识形态上认定对方是敌人，心理上做好了准备，那战争就有可能随时爆发。比如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不小心碰了你一下，我们会打起来吗？没那么容易吧，道个歉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本来就看对方不顺眼，那可能因为一个眼神不对就打起来了。就像2001年中美在南海发生的撞击事件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中美双方都是以发展经济为主。同年，中国还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，双方在心理上并不期待战争的发生，所以局部的擦枪走火并不会影响大局。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了逆全球化，中美关系也是越走越远。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比例超过了2战前美国人对日本敌对态度的比例，再加上两国在国内面临的经济困境和失业人口的增加，两国领导人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。战争能有效地转移内部矛盾，枪口一致对外，能有效凝聚国内分裂势力，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军中权威，打击异己。另外，战时动员发展军工能最快最有效地解决经济和失业问题，所以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。最近美国军机频频逼近中国，最近的一次距离中国大陆仅96公里，比当年发生在南海的撞击地点更深入得多。也就是说，美军已不在乎擦枪走火，如果中国忍不住再来一次南海撞击，那结果绝对不会像当年那样草草了事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南海冲突。在最近的7月份，美国宣称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完全非法。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也向联合国提交声明支持美国。美国人是不会像中国外交部那样只是嘴上说说，美国的声明肯定是为了下一步的行动做铺垫。既然美国已宣布中国在南海的主权非法，那么美军下一步很可能会拆除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军事设施，或者直接进行轰炸。中国最有可能的就是提出严重抗议，当然也不排除军事反击。中国只要一反击，美国就可以把马六甲海峡掐断。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生命线，
90%的贸易和能源运输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。一旦发生战争，中国军队每日消耗石油1000万桶，中国不管是闪电战还是持久战都打不赢。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受到那些拿别人的命不当命的人的蛊惑去当炮灰，也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不要被下面的那些张嘴不负责任的人给骗了，要及早认清形势，以人民的利益为重，慎重对待国际关系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视频我们总结了4大五毛的思维模式，关于他们的思维之一，用作旧的方式混淆个别现象和普遍现象。网友蒋同学说，在他的城市就能体会得到。关于五毛本末倒置的思维，网友 Lucky Mark 就有切身体会。在尼日利亚，其他国家都撤侨了，只有中国没有。网友 Aquarius 说，美帝亡我之心不死，跟老百姓没有一点关系，美帝想亡的是政权，又不是人民。网友郑宝东说，在中国，人们有言论前的自由，言论后的自由就未必了。网友叶说，言论前也不自由，太多敏感词会被屏蔽。最后感谢网友郭晋律师宪政一公预测了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